这种药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药物是治标不治本，长期服用啊还会产生依赖。要想真正的治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，只有这样，心病才会远离你。受害人的衣物和指甲都被仔细的清理过，没有发现微量物。不过，在这副眼镜的眼镜腿里发现了一些皮屑，是受害人马玉的。这些足迹我都看过很多遍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脚印是有问题的，虽然同样是39号的脚。 但我觉得是2个人的足迹。我姥爷之前在湿地保护站工作，他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辨别盗猎分子的足迹。你们看这3张照片，2个脚印发力点均匀，左右脚深浅是一样的。但是这组照片，左右脚的脚印深浅明显不一样，而且是左脚深，说明这个人的发力点是在左脚上，证明是2个人。 有2个嫌疑人，恰好2个人都穿了同样的运动鞋、同样的尺码，其中有1个人发力点在左脚。这是受害者的行动轨迹，从这条小道上下来，到达了这个点，然后朝这个方向有个折返，最终的受害位置应该是在这里。中心在左脚的那个人从这条路上来的，到了尸体周围不停地转。 一直在尸体附近徘徊，然后原路返回。而左右脚发力平均的这个人和受害者一样，是从这条小路上下来，同样也跟受害者走向了这个方位，有一个折返。这些区域都是3个人脚印重叠的地方，而只有这个是2个人脚印重叠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这儿。 这边都是一些动物的骸骨，像是小猫小狗的，看样子是家养的宠物，没有人骨。但是可以肯定啊，这些动物在生前都是遭到了残忍的虐待。难怪这马玉只外出1天就要背一个65升的大肉包，感情的不是为了爬山，是为了抛尸啊！嫌疑人把凶手摆成贵子，就是为了让他给这些宠物道歉。看来我们这个嫌疑人肯定是养宠物啊，而且应该已经被马玉杀了。看，你们看，他不光干坏事儿，还录了像。全是虐猫虐狗的视频，这自焚损伤还挺严重的。这种事为什么不早点报警啊？他说我只要报警，他就打死我。
电脑带回去，我得仔细查一遍。找找这些猫狗的主人，嫌疑人可能就在里边。那喝点东西。文飞，马跃他老婆交代，他从5年前就开始虐待动物了。但是在电脑上找到的只有这2年的。小孟，你去当时查一下这5年来有关于虐待动物的案件，仔细捋一下。刘成，你跟夏沫一块儿去。好。小孟，没事儿，去吧。档案都在这了，这是17的，这是15的，上面都有年份，你们自己慢慢查吧。好，谢谢。来吧，再找吧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梁哥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找15到17的，我找15前的。行。龙队，同城论坛昨天有人爆了个帖子，陈涵，我给你同步了。这是有人要故意报复马跃啊？谁发能查到吗？查不到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是经过虚拟 IP 池洗过的海外基站，查不到真实来源。亮哥，哎，你找着了吗？没有啊。我那边也太多了，要不咱俩一块儿找吧？行。这马玉电脑上的视频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他不可能是自己泄露的。马玉的电脑是被黑客给黑了，视频是通过木马程序偷走以后发出来的。看来夏沫说的没错，应该是有2个人作案，其中一个就是这黑客。徐阳，哎，整队，这干嘛呀？高队让我把海州案卷宗送到办公室去。海州案？对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高队这次不打算让刑警队人参与，特别是我们专案队。这次专案组的成员全部从各分局抽调，还有省厅派过来的刑侦专家指导工作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先走了啊。哎，找到了一个卷宗，3年前的纵火案，起因是一条狗被撞死了，后来那个车无缘无故就着火了。当时是有个嫌疑人叫肖华军，也被带来问话了，但是当时被判定为是车内打火机自燃。这案子我有印象，3年前是分局办的，当时肖华军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。对，他心理有问题，然后他的主治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个不在场证明。他那医生叫什么名字？叫沈宇，是海州市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生。先去趟肖华军那，了解下情况再说。去档案室就没查点别的？这没有海州案。查了？没有啊。档案室里有吗？那么大 logo 你看不见？没看见啊。
而且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对海专没兴趣。况且现在有专案组查了，也用不着我来查。也用不着我来查了。你好，我们找一下肖华军。不在啊。是这样，你们家养狗对吧？对啊。小区里有人反映你们家狗没办证，而且出去遛的时候也不拴。我们过来走访一下。办了呀，我们有狗证啊。那你进来，我给你找。坐那儿等会儿吧。啊，溜达溜达。他又惹事儿了。就狗的事儿。哦。那你坐这儿，我就给你找。不好意思，我能去方便一下。哦，那儿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狗啊，一天到晚啊，天天啊，就是跟狗在一块儿啊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连个妈都不叫。行，有证就行。我听说肖华军3年前还养过一条狗啊。啊，对啊，让车给撞死了，所以人家不是送了他一条吗？他就天天跟这狗说话，神神叨叨的。谁送的知道吗？就是给他看病那心理医生啊。行，这狗没在家。哦，狗丢了。这不是他出去找狗去了吗？也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怎么丢的？前2天他这不是要去遛狗吗？我就跟他说，让他回来的时候啊，给我带瓶酱油。人家超市不让狗进去，他就把狗啊放在超市门口了。买完酱油出来以后啊，狗就让人给偷了。哎呦喂，这就回来跟我没完没了，骂骂咧咧呀，说是那狗要是找不着的话，他就跟我拼命。哎，我是他亲妈呀，啊，你说连个狗都不如吗？那沏茶啊？啊，喝点吧。不用客气。大姐，你儿子最近真没回过家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没烫着吧？没有。给肖华军打个电话吧，看他现在在哪儿。没人接。那他还有什么常去的地方吗？除了家里边？没有了。自从他爸跳楼自杀以后，亲戚之间就都断了来往了。就3年前，他不是看工地的吗？就当着肖华军的面跳下去了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这孩子的脑子就受了刺激了。那行。对，泥土，还有草，在厕所地漏里找到的，可以和案发现场的草做个比对。还有这个，看起来不太像衣服上的纤维，很有可能是那个丢的登山包上的。所以肖华军的嫌疑非常大。小刘在马玉的电脑上找到了肖华军那条狗被虐死的视频。但是在咱们挖出那些狗里边没有这个狗的尸体，你觉得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肖华军杀了人之后，把狗的尸体挖了出来，放在了登山包里，回了家，还给狗洗了个澡。
我认识人里头，能干这事儿的只有顾法医了。精神类的药物，我在他床头找到的。这些药只有主治医生确诊了才能拿得到。往后退一下，往后退一下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大家配合一下，往后退一下。啊，这是沈医生办公室的病人发病了，情绪特别不稳定，要自杀。配合一下。大家回到病房去，不要议论了。帮他包扎一下。是吧？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来，都散了吧。来，走了。配合一下。来，都散了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作证。你记住，家暴只有0次跟无数次。错的不是你，是伤害你的人。走吧。新队刘小兵，这是我搭档夏木。有案子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好。干你们这行够闹心的。正常，这边请吧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，尽管问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你们这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叫肖华军的？对。可以说一下他的情况吗？我们院有规定，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去透露病人的隐私。是这样，肖华军涉嫌一起刑事案件，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一下，帮我们找到他。所以你只需要回答问题就可以了。哦。以你对肖华军的了解，如果他想找一个藏身的地方，他可能会藏在哪儿？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地方。安全感。回家会让他有安全感吗？不会吧？据我所知，肖华军长期遭受他妈妈的虐待，母子关系非常紧张。能给我们一份他的病历吗？好。小张，进来一下。哎，麻烦你帮我调一下肖华军的病历，打印出来给2位警官。好。哎，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3年前吧。这沈医生记忆力可真好。你说一个心理医生1年得看个600-700个病人吧，这一下子就能想起来3年前的病人，了不起。因为他妈妈在知道他来看心理医生之后，就来医院大闹了几次，后来就断了联系。现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心理疾病带有偏见的。我都头一回来你们这地方。哎呀，我先参观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挺豪华呀，你们这儿。病人就躺这儿哈。对。啊，医生坐这儿。全程都有摄影。沈医生还看法学类的书啊，涉猎很广泛。我大学学的是法医专业，后来觉得这个行业不太适合女孩，所以就换了方向。那也算半个同行了是吧？冷队长抬举我了，我学的那点法律知识，早就已经还给学校了。你是不是送给过肖华军那条狗？对，因为宠物能够给我们最纯粹的爱与陪伴，
它们永不背叛，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疗愈作用。沈医生自己养狗吗？我不养，我工作忙，没有时间。不养好，不养就不会伤心。狗比人命短，提前去世了或者出个意外，多难受。你们要的病历。借本书看啊。刚才为什么不吱声？我不习惯。刘，查个人，海州市医院心理科的医生，叫沈宇。你对他什么感觉？你对他什么感觉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哪儿奇怪？太冷静了。总觉得好像憋着什么事儿的感觉。沈宇，31岁，是我们海州市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师。他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难产死，是他爸一个人把他带大的。就沈宇上初中的时候，他爸突然就跟一个女的私奔了，然后就把沈宇10几岁孩子孤零零扔那不管。他爸跟人跑了以后，这个沈宇还去这个城关派出所报了失踪，他们也留了底，还帮他找了，但是到现在一直也没找到。冷队，那些视频很有可能就是沈宇发出去的。啊？马玉的眼镜是在海州市医院配的。他给眼光中心的医生看过视频，说过他虐待动物的事情。那个医生听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，就去找沈宇做了心理疏导。那这就说通了呀。沈宇知道肖华军的狗是马玉弄死的，赶紧办手续，传唤沈宇，让他接受检查。沈医生，这次请您来呢，就是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肖华军的病情。肖华军的病学名叫做 PTSD，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他父亲在他面前跳楼自杀，这对一个10多岁的孩子来说，是在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他母亲又长期虐待他。肖华军的病逐渐转变为人格分裂，并且伴有一定的暴力倾向。那你跟肖华军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？是在他父亲跳楼自杀不久之后，他又向我来求助。多大了？16。
治疗持续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，后来被迫中断了。后来因为他妈不同意嘛，对吧？我跟你说过，这条狗是不是你送给肖华军的呀？没错。有个视频得给你看一下。这谁干的？虐狗这个人名字叫马玉，已经遇害了。你觉得会是肖华军干的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肖华军心爱的狗被马玉虐死了，你又是肖华军的心理医生，所以你对他的精神状况比我们要了解。肖华军只是我3年之前的病人，目前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哦，对，那个前天晚上你下班之后干嘛去了？8点多下班，就回家睡觉了。标准的作息时间。行了，好嘞，那就这样。讨论一下吧。冷队，我刚才全程特意留意了他脸上的表情，从接到传唤通知到询问，一点都不慌张啊，很正常啊。我觉得不太正常，或者说就是因为太正常了。第一个是他看虐狗案的反应，他的表情不像是第一次看到虐狗案的视频，而且那只狗还是他送给肖华军的。一个这么熟悉的病人，我们跟他说他卷入了刑事案件，他居然没有问肖华军现在怎么样了，我觉得很可疑。他之所以不问肖华军现在怎么样了，就证明他有可能知道肖华军现在没事儿，他跟肖华军之间可能有联系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去医院调监控，看看前天晚上申宇是不是在加班，24小时盯着申宇，看看肖华军会不会跟他再联系。马玉的死，申宇脱不了关系。项目的资料我也给你搜到了啊，我已经把邮件发过去了，你收到没有？哎，著名的海州系列杀人案你知道吧？这个项目小心查，他的老师夏金兰就是当年海州系列杀人案的最后一名受害者，当时夏目就躲在旁边的阁楼里。要是这么说，他可能会见过凶手了。我估计见过，很有可能。我检索到2000年一个旧文章啊，那上面好像说有个警察赶到了，进去救了他，还有个警察。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？我用一个叫爬虫的程序，把他最近这大半年的所有的搜索记录给扒了下来。我发现有好几个词汇经常出现，你听着啊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、间歇式震颤、惊恐发作，一堆毛病。对了，夏目很有可能去见了心理医生。你能帮我查一下夏目是在哪儿治疗的吗？还没工作到这一步。我杀人了，救救我！我想死。你在哪儿？我爸死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你去那儿干嘛？
谢谢。怎么样？不懂你吗？我没动静，老样子。我刚才买水的时候，发现小卖部那边有出口。要不这样，咱俩分开订，你在这儿，我过去那边订。行。这边有什么异常，你赶紧给我打电话啊！你千万别擅自行动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要抓着小辫子不太好。啊。哎。 纯白色的烟火照破心脏，燃尽过往，每个善意的谎都背负真相，正义
真相有嘴巴。当荒野的花都找到了家，再长出枝桠，所谓的真假，却不过都是被真诚谋杀。纯白色的烟火照破心脏，燃尽过往，每个善意的谎都背负真相，真意被捆绑，问题一定会有回答，真相有嘴巴。当荒野的花都找到了家，再长出枝桠，所谓的真假，却不过都是被真诚谋杀。